大家好，我们是 Double S Brothers， 我是安仔，我是 Andy。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在新加坡退休啦，真的幸福吗？退休其实是每个人一定要经历的一个人生阶段来了。有些人会想早点退休，早一点享受退休的生活，但有些我觉得他们会偏害怕退休过后该怎么去过他们一些很多出来的时间。其实新加坡的退休年龄从2022年的7月1号开始，从62岁调高到63岁。这个其实只是新加坡一个法定的一个退休的年龄，没有说你一定要到63岁才可以退休。我们是要来说说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是应该要准备好退休生活该做的事情。哇，这个还蛮纠结一下。你觉得一个人要存够多少钱才可以退休呢？这个很难讲，因为现在时代一直在变化，物质一直在调涨，价钱吃什么都是一直在贵。现在我们存的钱呐，未必到我们退休的时候啦是同等的价位。我个人觉得啦，存款是吗？要至少乘3到4倍以上。For example， 现在你的每个月的平均开销是1000块，我都要乘一个3啊，结果就是3000块。就 whatever 起价是吗？啊，我都在50岁未来我都可以去应对。我会比方存款要搞啦，不然真的是不要讲退休，因为退休毕竟是一个 long term 的一个计划。除了 CPF 的这个退休金以外，我觉得保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定期存款的保险 ，fixed deposit， 对 fixed deposit 就是它算是一个户口给你存钱以外，你还可以享受到他们医药费的保险在里面。所以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先早一点去 set 先买好这个保险。当你以后退休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再有这个医药费上面的烦恼。除了有这个医药的保险，最重要我觉得有那个 fixed deposit 了，它也是 one of the 强制性去逼你存款，所以变成你自己有自己的存款，保险这里有一个存款 ，CPF 那边又有一个退休金，所以就是有3方面的来 support 你以后的退休生活。当然是建议大家在退休之前是吗？要面试你的保险是不只是要有可以看病的，也要有可以存款可以拿钱出来的。这个点哦，其实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我可以准备好的东西。我要讲的就是我的孩子以后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可以自己出去工作，有了家庭之后，它算是减少了我的一个负担。它虽然不是我可以 control 的东西，就是感觉好像我会少了一个负担这样子。我也不需要靠孩子，孩子也不需要靠我。可是啊，在这个退休的前提啦，我刚才有讲到那个存款计划嘛，你孩子以后要去哪里读书啊，你会花到更多钱啊，所以就变到你的储蓄计划啊又在放慢。原本你这更大，对，原本你10年就可以存到这样的钱，可是因为你孩子我要去美国读书这样子啊，你又花一笔钱，你又在 extend 你的那个退休计划啊，所以这个要存多少钱才可以退休啊？这个有点像很难去预测。我觉得很值得探讨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天我讲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我个人很好奇，因为每个人都说，在新加坡退休，你的退休金啊，还是你的个人的储蓄这些，到底够不够生活？我觉得这个 point 很重要，很关键，就是先看看你银行户口有多少钱，你才想可不可以退休了，而不是我现在因为我赌懒老板，所以我跟你讲，我要丢心，我要提早退休，我要去世界旅行，搞不好你去一个环游旅行回来过是吗？我包空空的。老板，你还要请人吗？老板没有啊，去美东那打工。something like this。 OK， 再来就是我觉得新加坡的福利其实已经做得蛮不错了。你在退休过后，其实你大致上不需要太大的去准备退休过后的生活。其实，在新加坡，就是我们以前的影片有讲到，新加坡真的是很照顾一些年长人士的。他们在生活方面，不管是在行走的天桥啊，还是在各种哪里都好，都会优先考虑到年长人士这样。好像来 public transport 那些啊，老人家都会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因为对，他们自己 special 的卡啊。那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观众，他说有一个叫做什么卡，所以当你退休后，你就有一张卡，好像证明你是一个退休人士。Elders 卡所以有这个 Elders 卡的话，其实在蛮多地方可以享受到很多好处了。我们这叫做政府给的福利了。这样子，我问回你啦 ，Let's say 啦 ，after 20 years 啦，你退休了过后啦，你会想要继续工作吗？我觉得我还会做工啊。
I mean 我的做工哦，其实已经不自在于我的工钱已经有多高了。工作其实只是为了打发时间。退休了过后，你得到一个最多的东西，其实就是时间。当你有多了那么多的时间过后，你会怎样把它去用？因为我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一个 idea， 我每天早上醒来过后，然后我今天我没有工作的话，我要做什么？我会觉得好像很空虚这样子，我也很不习惯。可能我会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啊，就好像以前我爸爸妈妈在以前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电话、不会 WhatsApp 这种东西。他们老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学 WhatsApp， 这种也算是一种知识。因为我觉得感觉还蛮犯贱的这个事情。对，就像我们年轻一代啊，我们工作，我们想，哎呀，希望可以40岁可以提早退休啊。对。当你退休过后是吗？我就想，要找点东西要做一下这样子。给你休息的时候，你又要做工。你做工的时候你想要休息，你要怎样？是不是每个人一定要这样子想？这个人啊，就是很犯贱。可是我个人觉得还是 depend on 自己身体健康的素质啊。对，其实最重要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因为可能你的健康已经不适合再让你在高压的工作环境。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point 了。对，就是可能如果你今天退休了过后，你想工作，可是你的身体已经负荷不到了，你不能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东西，有心无力了。我不然这个不是因为我还没有老嘛，因为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比较来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可以拿一部分的钱来做自己喜欢的生意啊，要不然就跳下 TikTok 啊。100年前，你不想啊，跳下 TikTok 啊。关于退休过后想不想再工作这一点，其实还是因人而异了，还是看个人的计划是怎么样啦。我觉得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哦，其实你要找到一个雇主、一个老板会请你，也是蛮难的一个事，很难，是吧？因为大多数请人的话，他们都会比较优先于年轻一辈的。对，除非你是一个在某些领域很资深的一些可能教授或者是很有经验的人物，你可能才会被公司录取。如果你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你想在拿很高薪的工作的话，我觉得应该很难。其实讲句公道的话，我觉得不能拿以前的去比现在的。虽然说以前的生活会比较辛苦一点，只是毕竟时代一直在改变，人也会进步，社会也是在进步，国家也是在进步，真的不能拿以前的标准来跟现在的比去衡量了。对，真的不能，完全不一样的东西。OK， 第3点我们来聊一下，你觉得退休过后还会有压力这个东西吗？我觉得健康方面我会稍稍会有感到一些压力了，因为我不懂几时会这种很难预算，接拜拜这种东西吧。因为我觉得唯一的压力了，是来自于你银行不够钱。因为我觉得退休过后，其实很多东西你已经减少，你不会有金钱的烦恼，可能也不会有家庭的烦恼。家庭的烦恼可能你要供孩子上学校去买东西，就是养一个家庭。你退休过后应该是基本上不会有这个问题哦。所以新加坡这一点就做得很好，你不去赌的话哦，或者是不去喝酒抽烟这些的话，基本上你一个月哦，我可能觉得你1500块已经很有钱了。你算它最高啦，就是2000块，2000块10年后，可能20年后的物价不一样啊。对，你2000块的话哦，应该很好生活了吧？我觉得，虽然个人存款可能会比较快用完了，可能你退休了过后啊，你会一直去旅行啊，去看世界，你花了很多钱了，是吗？至少还有一个 CPF 啊，帮你 cover 回来一点点生活费啦。就是以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压力以外，就是除了这些金钱的，还有家庭的，还有你个人的健康，这个很重要。你这3个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其实你在退休的时候，你基本上是无忧无虑了，你不会再有压力了。我个人觉得啦，这个我还没有到那个年龄，我不知道。最后一点，我们来讲一下退休的好处。我觉得退休的好处就是我多了很多时间，我终于可以放心的去做我想做的东西，做一些我以前无法达成的一些事情，带点遗憾的事情。对，一些遗憾的事情，如果还有机会重来的话，如果还有没有这个可以找回以前我们的那种初恋对象啊。没有啦，你还好吗？我都2个孙了咯。喂，你的孙子要介绍你的孙给我的孙吗？我意思就是好像可以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挑战一些东西。就像现在我的妈妈都开始学WhatsApp Voice。安迪，我跟你讲，如果她真的不学这个是吗？她还是用那种家里的电话打电话是吗？我们也是不想这样。
不还用家里吗？要扣钱什么？用 WhatsApp 是最好的嘛，something。所以我觉得跟上时代也是忘了的。退休过后，你有时间可以做的东西。对，我觉得旅行是很重要，因为以前我们工作要旅行的时候啊，哇，还要看老板脸色拿假期啊。对，就是退休的时候是吗？哇，我可以钱存够了。然后我可以去看我想要看的东西，对啊，跟团啊，就跟自己可能心爱的人一起去看世界这样子啊。虽然可能没有好像年轻的那种体力啊，想要去 explore 更多东西啊，把至少在我退休的时候弥补回来啊。我看到很多退休人士，他们都会回到中国啊，去找回他们的族谱啊，寻根这样子啊。我以前是从哪里来的啊？我的姑妈姑爷，我的那个应该是祖宗，我的祖宗18代，这样子，understanding 啊。这个也是，其实也是你的自己的文化来的嘛。信不信就由你了吧。我觉得这个是忘了不错的一个开眼界的方法。对，就我觉得退休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就要这样子，可以去 planning 的东西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了一些关于新加坡退休的事情。其实还是那句话，每个人的思想观念都不一样，所以不能以我们现在当下讲的东西来做一个决定。所以今天我们只是单纯聊聊这些关于退休的事情。我个人的感想的话，我以后退休了的话，我个人是不太能接受一些太没有东西做、太无趣的生活，所以我会找东西来打发，会过时间。好像可能1个礼拜1-2天，我还是会去做工，可能3到4天陪家人，然后剩下的1-2天的时间去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培养一些我的兴趣。我还是会比较向往过这种生活。其实还是那一句话，健康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健康的话，你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做不到。对，然后自己过开心就好，不用去太在意别人的眼光。都已经老了，你还在意什么？我个人会比较现实一点啦，我觉得未雨绸缪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分分钟我现在的这个退休计划赶不上未来的变化，因为真的是可能一场病啊，就真的是把你的整个退休计划打乱掉。所以我个人觉得储蓄很重要，接下来未来退休的日子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来的，想办法你存多点钱啊，就不会好像刚才有 Andy 讲的几个 point， 就是我们会因为都到了退休啊，还要为钱而感到压力啊 ，something 就是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对，钱的东西可以抛弃在哪后就抛弃哪后。观看我们节目的安哥安弟们啊，你们有什么自身的退休计划啊，可以跟我们说。另外，你们可以在我们这个下方这边留言，让我们知道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年轻一代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这种计划啊，可以开始start存钱啊，少走一些冤枉路，少走一些冤枉路啊，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啊。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